有缘人。当时间开始折叠，你是否听见灵魂的震颤？五维时空裂缝已开，高频者已在穿越，低频者仍在徘徊。这不是命运的随机分配，而是每个觉醒者亲手写下的频率答案。五维世界的通关密钥从来不在书本的预言里，而在你每一次心跳与呼吸之间。当外界喧嚣撕裂你的平静，请记住，混乱是升维的序曲，迷茫是蜕变的温床，你的心才是终极导航仪。那些解不开的谜题，不过是就频率投下的残影。此刻，历史与未来正在你掌心交汇。2025年的大考不问出身学历，只检测一样东西：你能否在坍缩的时空中守住内心不灭的光？答案很简单，当你停止向外祈求认可，转而对准内在的真我频率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请记住，时间在坍缩，能量在重组。真正的通关者不是跑得最快的人，而是最先找回心跳节奏的人。你是否发现，最近的世界安静不下来？很多人说是节奏变快了，其实不是，是频率在变。这一切的背后，不是一种偶然的乱象，而是五维时空的裂缝正在悄然打开。2025年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，请仔细体悟一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时间变得奇怪了，昨天好像很远，明天却又仿佛近在眼前。人的情绪容易崩塌，一些莫名的疲惫突然袭来，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这就是维度在调整的征兆。我们原本生活在三维的线性时空中，而现在五维的门户在裂开，时间不再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单向流动，它开始折叠。过去的未解，未来的契机，都在这一刻重叠交汇。你之所以混乱，是因为灵魂正在跨维，而你还未学会如何站稳新的频率。你可以忽视这种变化，但它不会停止等你。在这个巨大裂缝面前，我们需要一把钥匙，去打开真正的通道。其实，这把钥匙不是别的，正是你那颗未曾彻底点亮的心。心是最精准的感应器，也是通往高维世界的唯一通道。它不是情绪的集中地，而是意识的核心仪器。当你的心开始变得澄明、柔软、不执着，你就会察觉，那些过不去的关，其实都不是生活设下的障碍，而是你自己的频率不匹配。真正的通关密码是回归内在，稳定觉知，对准真我。你越是顺着外界寻找方向，就越是迷路。唯有回归内心，听见那个一直被你忽略的声音，你才能穿越这层时空迷雾，迎接那场注定要发生的蜕变。很多人常常问，觉醒到底是什么？是知道了很多秘密吗？不是的，觉醒从不是头脑的游戏，它是一次彻底的脱壳。它是你发现，原来你一直以为的自己只是一个角色，而你真正的元神其实一直站在幕后，等待你回头。
觉醒不是获取新的信息，它是还原本来的真实，是你愿意放下控制，放下评判，放下非得怎样不可的执拗，使你终于明白，那些反复出现的困境，其实都是为了推你一步步回到自己身上。元神的归位并不会让你立刻成功，它更像是一场重塑，你会变得敏感，却更坚定，你会感觉孤独，却前所未有的完整，你会被现实刺痛，却也被高维温柔托起。未来的时代是能量主导的时代，一个人所处的维度将成为他命运的起点，而你的维度不由学历决定，不由金钱决定，也不是朋友圈决定，而是你当下的频率决定。频率来自哪里？来自你的思想、情绪、习惯以及你每一刻的选择。你越是向内，越是稳定，越是臣服，你的频率就越高，你开始吸引与自己频率匹配的人，事物也自然与过去那些混乱和拉扯的能量脱钩。这不是命好的问题，而是你有没有对频的问题。所以你会看到，有些人什么都没变，运势却越来越差，而有些人看起来经历很多，频率却在飞快上升。一切的答案早已写在能量2个字里。2025是一道集体通关的门槛，这不单单是一个年份的更替，而是意识跃升的临界点。你走到这里不是偶然，你会看到这个影片也绝非巧合，这是一场灵魂的排位赛，没有评委，也没有观众，你是唯一的考生，也是唯一的出题人。所有你未解的难题，其实都在催促你觉醒，所有你失去的东西，其实都在为你腾出空间，所有你羡慕的光芒，其实都埋藏在你的真我之中，等待你自己点亮。请记住，这场考验没有输赢，只有认清。谁愿意面对自己的阴影，唤醒自己的元神，跳出轮回的循环，谁就能轻盈通关，步入那个更广阔、更轻盈的时空现实。时空裂缝已经开启，不会回头。这个时代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但也极其精准。有些人会突然人生反转，有些人会如梦初醒，有些人会越来越轻盈地飞起，而有些人却还在原地反复挣扎。你站在哪一品，就会进入哪一个未来。时间不再是你的资本，能量才是。未来的你，不是你拥有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存在。01，当你悟到这些，你真的就升维了。很多人走在修行的路上，却未必知道，真正的升维并非是某种飞升或开光的奇迹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在红尘最深处的清醒，是在心念起伏之间对真我的回归与守护，是在柴米油盐中修得一颗如如不动的心，于起心动念间照见本自具足的清明。修行从来都不是一场凑热闹的体验，而是一念觉知的转身。当你不再被大脑的剧情绑架，当你能在烦恼中炼出莲花，当你的善意不再依赖外界的回应，
你便已在无声处完成生命的飞升。其实，这世间所有相遇，都是你与自己的重逢，所有外界，皆是你心念的倒影。升维之后，你依然行走于红尘，却再不会被红尘所困，因为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看破世界的游戏规则，却依然深情而清醒地活着。当你真正悟懂这些，你真的就升维了。修行的第一关是守住一颗清净心。若你正在修行，请先看住自己的心。心是最会作妖的东西，明明只是别人随口一句话，你却能生出千种评判；明明只是生活里一件小事，你却能动念出烦恼与执着。修行的难，不在深山古寺，也不在经文典籍，而是在日常的茶米油盐之间，你能否安住当下，能否守住那一份不动如山的清明。在红尘中修行，每一念每一动都是考验。真正的觉者，不是远离人群，而是在人群中保持觉知；不是冷漠无情，而是慈悲中带着坚定；不是逃避烦恼，而是在烦恼中炼出莲花。有时候，一个无意的我以为，便让我们陷入分别心。你以为你在劝导别人，其实也许只是在投射自己。你以为你看透了他人，其实只是执着于自己的角度。真正的觉悟是放下我以为。你做的所有事，终究都是为自己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你能真正改变的人，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频率升高，然后静静地去感化那些与你有缘的人。你在帮助别人时，以为是在给予，其实是在成就你自己。每一次布施，每一次善念，每一份付出，并不取决于对方是否懂得感恩，而是你的意识是否真诚。所谓功德，并不储存在他人的感激中，而是储存在你每一个当下愿意活出善意的决定里。不要因为别人没有回馈你，就怀疑自己的善意；也不要因为对方的冷漠而收紧自己的温柔。宇宙从不亏待每一个发心的灵魂，你播下的每一颗种子，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于你的生命。大脑爱讲故事，修行的人要听得出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大脑里的声音总在编排剧情？某件事发生后，它立刻跳出来解读、判断、评断，并在内心上演一出内耗剧。这些故事从你童年、社会经历、过往创伤中抽取素材，再掺杂各种情绪，拼凑成你以为的世界。但这一切终究都是虚构。当你相信了大脑边的故事，就开始执着于各种我应该、你不该、世界必须怎样。而真正的修行，不是停止故事的发生，而是认出这些故事是虚幻的，是食神的编织。你可以允许故事存在，但不再与之认同；可以觉察情绪升起，但不再被它推着走。只要你不再定义，不再贴标签，喜怒哀乐就只是情绪，
它们来来去去，如风穿林。升维的关键在于放下定义，恢复松动的心。你不再执念于我是怎样的，也不再非要控制别人应该如何，这时心就有了真正的自由。4. 世间万象本就是频率的显化，世界如镜，外境的一切皆是你内心能量的反应。你经历的每一场对话，每一个人际波动，哪怕是一片落叶的声音，都是你与宇宙共振的结果。没有一件事是无因的，也没有一个偶然是纯粹巧合。孩子的啼哭与老僧的诵经，从本质上来说并无高下之分，一个在表达情绪，一个在安住内在。天地万象皆有其道，淤泥能养莲，粪土能成肥，枯枝能做柴火，尘埃能成光。升维之后，你不会再执着于对错善恶的表象，而是看到背后的共性，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，一种法则的展开。每一件事不再是阻碍，而是参悟；不再是厄运，而是呈现。5. 心经是一把钥匙，唤醒你内在的佛性。我遇见过很多困顿的人，他们迷惘、痛苦、焦虑，渴望找一条出路。我总会轻声对他们说，去读心经吧，不是让你机械的念诵，而是让你在反复的读诵中进入空性的那一刻。当你读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时候，或许会有一瞬间，灵魂像是被一束光穿透，眼前的一切不再沉重，你开始看见一条内在的路。这是智慧的回归，是心性被唤醒的时刻。那一刻，你终于明白，佛性从未离开你，它就在你念念之中，就在你每一个愿意回归清净的起心动念里。6. 活得精彩是对生为最真实的回应。悟道之后，不是逃避世界，而是更加热爱生活。你知道这一切终将归于无常，于是更愿意在有限中活得有光。你知道众生皆苦，所以更愿意成为那一束温暖的火。你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体验，所以你开始不再苛责自己不够好，而是怀着慈悲和爱走出每一步。你不再是要成为谁，而是愿意体验一切。你不再追求成就，而是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清醒的体验者，去爱，去感受，去活出自己。升维的你，不是脱离尘世的仙人，而是在红尘中依然慈悲的行者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菩提树，它根植于你灵魂的深处，不生不灭。当你开始觉察、放下、宽容、慈悲，当你不再对世界充满执念，而是深深热爱每一个当下，你就已经在悄然升维。你会活得更轻盈，也会活得更有力量。请好好珍惜这份觉醒，它来之不易，却也恰逢其时。02. 灵魂进入五维的特征。你是否曾感觉过自己好像有一个更高版本正在呼唤你？当你安静下来时，内心会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。当你抬头望向星空时，会直觉到某种归属感。
仿佛你并不只是一个肉身，而是一道光，一颗永恒的灵魂。进入五维的灵魂，最显著的特征不是拥有超能力，而是活出了自由和爱。它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，不再为得失而焦虑，也不再沉迷二元对立的纷争。他懂得与万物共鸣，懂得在平凡中祝福，懂得把一切生命都放在心上。所以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否找回那份内在的宁静和丰盈。当你学会与高我对话，你会发现你本就是神圣的承载体，本就有无限的可能。灵魂进入五维，意味着你真正觉醒的开始。它提醒你，你本就不止于此，你本就是光的承载者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一个特征，内在的光与喜悦，那是一种无法伪装的快乐，不依赖物质的满足，不依赖他人的认同，而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宁静与满足。每一个细胞仿佛都在发光，像是被宇宙之光唤醒，身体与灵魂产生高度的统一。你会常常有这样的体验，哪怕身处喧嚣的环境，内心也能保持清澈与愉悦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二个特征，二元对立的消失。在三维的世界里，我们习惯用对错、好坏、输赢去衡量事物，但当灵魂进入更高维度，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意识会逐渐淡化。你不再急着评判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也不再沉溺于与人争辩，因为你已经明白，所有的发生都是不同层次的体验。你会选择用包容与理解的心态看待世界，用更高的视角看待冲突，这就是一种灵魂的自由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三个特征，爱的转化与性意识的超越。在五维的境界里，爱不再局限于男女之间的吸引，而是扩展成一种无条件的关怀。你不再渴求被爱，而是自然而然地散发爱。这种爱不会附带条件，也不再建立在占有与索取之上，那是一种充满愉悦与流动的能量。性爱逐渐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灵魂契合，取而代之的是身体与心灵合一所带来的满足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四个特征，对生命的敬畏。当你真正进入五维，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无法再忍心伤害。一朵花，一只昆虫，甚至一颗微小的种子，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背后流淌的生命力。你开始明白，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，值得被珍惜的。于是你会更自觉地选择友善生命的饮食方式，甚至会在吃东西前为食物送上祝福。这个习惯完全不会出于强迫，因为那是一种灵魂自然的敬意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五个特征，高我的觉知与直觉的开启。在更高维度，直觉成为最可靠的向导。你会愈发清晰地听到高我的声音，那不是外界的指令，那是一种源自灵魂的智慧。它会提醒你，什么对你有益，什么该放下，什么才是你真正的道路。
第三眼的逐渐开启， DNA 潜能的激活，都会让这种直觉变得更强。你会发现，许多答案其实都在心中，只要静下来，就能听见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6个特征，平衡的人际关系。五维的特征还体现在关系的变化上，亲情、友情、伴侣关系都不再是依赖、控制或者单向的付出，唯一只有平等的能量交换。你会明白，每一个人只是灵魂旅程中的同行者，没有人真正属于谁。于是关系变得轻松自在，不再充满期待与失落，唯有满满一种单纯的陪伴与成全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7个特征，意念及能量。在3维，我们常常忽视意念的力量，而在5维，它的重要性会显露无遗。你会发现，一句祝福，一声感谢，都会在无形中改变能量场。你越是心怀善念，越能感受到能量的顺流。意念不仅能影响你自己，还能影响环境与周围的人。慢慢的，你会学会用意念去创造，去祝福，去疗愈。灵魂进入五维的第8个特征，一个全新的世界观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五维意识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自然消散，没有优劣，没有歧视，只有发自内心的平等与尊重。人类不再被外在的身份所分割，而是以共同的灵性本源彼此认同。这样的世界会更加平和，也更加真实。怎样走向五维？灵魂的提升从来没有一夜之间的奇迹，有的只是一点一滴的修正与进化。饮食中的善念，待人处事的真诚，心中对宇宙的感恩，都是最好的修行。所谓医道正修，就是让自己的每一个念头都回归清净，每一个行为都符合内心的光明。大道行者们早已用他们的生命证明，当心怀宇宙，视一切众生为家族，那份愿力会带来不可思议的成长。真正的高维生命并不需要外界的标签，它自有光芒。03，地球正在升级，你准备好共同蜕变了吗？你是否感受到，最近几年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快，信息像洪水般涌来，节奏越来越急，人心也越来越浮躁。但与此同时，很多人也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比如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反而让人空虚。曾经被世人看重的名利，现在也觉得无关紧要了。每个人的内心渴望安静，渴望真实，渴望回归自己。这些感受并不是偶然，因为地球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升级，而这种升级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科技的飞跃，而是能量与意识层次的提升。它像一股无形的洪流，推动着人类的灵魂往前走，去突破，去觉醒，去进化。如果你的灵魂跟不上这种频率，就会出现困惑、迷茫，甚至痛苦。
而如果你能与这股力量同频，就会走上加速成长的道路，迎来属于你的灵魂新生。升级意味着告别旧的自我。当地球能量提升时，每个人都会被迫面对一个共同的课题：你是否愿意放下旧有的自我？过去，我们的生活几乎是外向型的，拼命追求地位、财富、关系、掌声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得到了这些，心里依旧不安，依旧觉得缺少点什么？这就是旧模式的局限。外界的一切永远无法填满灵魂的空洞，真正的力量只能从内在生长，而升级正是让你开始放下那些虚假的外壳，这样你就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剥离。关系中，虚伪和利用会慢慢被淘汰，留下的只有真心。工作中，那些违背初心的选择会越来越难坚持。内心深处，那些不属于你的欲望会逐渐崩塌。当然了，升级的过程有时很痛，因为它意味着死亡，也就是意味着旧的自我在死去。但请相信，在死去的背后是新生。就像毛毛虫必须破茧才能成为蝴蝶，地球的升级就是一次集体的破茧，而你是否愿意破旧而立，是灵魂必须做的选择。灵魂的魔性与进化，修炼不是逃离，而是在人间红尘中磨练本性。很多人以为灵性修炼就是去山里闭关，远离尘世，但真正的修炼场其实就是生活本身。人情的冷暖，关系的纠缠，欲望的拉扯，才是最真实的考验。这就是所谓的魔性。欲望来了，你能不能守住清明？愤怒出现，你能不能不被控制？诱惑靠近，你能不能保持心的坚定？如果你顺从欲望，你就在下坠；如果你能关照欲望，你就在进化。要知道，灵魂的成长并非拒绝欲望，反而是超越欲望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越磨越亮。欲望和情绪就是磨刀石，越是锋利的刀，越要经过千锤百炼。真正的进化，就是让灵魂在一次次磨练中变得更加澄澈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不需要去对抗什么，也不需要去追求什么，你只要安住当下，保持清静，灵魂自然会散发出光。修炼的真谛，在生活中练心。修炼并不是让你去修某种神秘的法门，它从来都不在山顶，不在庙里，而是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。当你在家庭关系中选择包容而不是争吵，那就是修炼。当你在工作中坚持正直，而不是为了利益出卖良知，那就是修炼。当你在困境中保持乐观，而不是怨天尤人，那就是修炼。也就是说，修炼不在形式，而在心的质量。修炼不是逃避，而是让生活成为道场。你的一言一行，一念一动，都是修炼的机会。
所以时时皆修炼，事事皆修炼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。4. 灵魂的能量密码。一切生命本质上都是能量的流动，灵魂能否进化，关键在于能量的质量与走向。欲望与执念会消耗能量，善意与爱会聚拢能量，恐惧与焦虑会分散能量，宁静与信任会提升能量。你可以这样去观察自己，当你做自私的事时，你会觉得空虚无力；当你发自内心帮助别人时，你会觉得轻盈充满力量。这就是能量的密码。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，灵魂会产生跃升，进入一个新的层次。这不是外在的奇迹，而是自然的规律。所以灵魂的修炼就是不断地清理能量场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清透，直到与宇宙的能量同频。5. 真正的升级，回归本源。地球的升级不是灾难，不是末日，那是一种提醒。它提醒我们，你真正要寻找的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我们习惯了追逐，却忘了安静；我们习惯了索取，却忘了给予；我们习惯了比较，却忘了本心。真正的升级不是掌握多少技巧，而是回归简单。当一个人能在纷乱中保持清明，在诱惑中保持善良，在苦难中保持爱，他就已经完成了灵魂的飞跃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升级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厉害的人，而是让你回到最纯净的自己。那时你和天地不再是分离的，而是一体的流动。修炼并不是要你抛下一切，而是让你在一切中修炼。只要你在日常中多一点觉察，多一份清明，灵魂就会慢慢提升。记住，真正的力量不在外界，而在你内心。在人类中，所有的修行人算是最明理、最识时务的生命群体，而最行之有效、最具智慧的修行人则是大道行者们。他们以太空宇宙为家，以无量众生为族，以拯救一切存在为己任。起点高，愿力大，以用实践的成果证实了它不可想象的有效性。所以向大宇宙发愿的行者们才是未来最幸运的神。高维次频率，高维度空间的宇宙能量，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意念能。这是人人可以接收到，并人人一直在利用却从不重视的能量。一个人的意念可以接受高维度宇宙能量，也可以驾驭和掌控高维度宇宙能量。可以说，高维度宇宙能量完全都存在于人们的意念当中。现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人们，对于高次元高维度宇宙能量可以说是非常陌生的。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们多么的陌生，多么的不愿意接受，多么的不屑一顾，最终在地球进入第5维度以后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完全的依靠意念能和高维度宇宙能量才能够存在，才能够生存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
人类根本没有决定权，这是宇宙规律使然，容不得任何人选择。现在的这个时刻，为了帮助地球的扬升，在地球周围的太空当中，有几百万亿、几千万亿的高维生命。我们大道行者们其实也一直在这个行列默默无闻地做事，只不过有时我们自己反而不了解自己而已。心怀宇宙太空你就是肉身仙真，可以永恒；心怀国家民族你就是明德贤能，可以超生。所以修行要正知正念，大愿大行。随着地球扬升振动频率的不断提高，我们的身体逐渐由碳基结构转变为水晶结构，封印全部被打开，包括第三眼的打开， DNA 能量场的打开，用物质降低意识的观念逐渐转变， DNA 重新组合，人类回归全意识状态，许多的特异功能，如神眼、神耳、神足、心灵感应等自动出现。那时的世界是不分国家、不分种族、不分宗教，不再有种族歧视，不再有性别歧视，不再有以大欺小，大家生活在和平的世界里，只信仰真爱，不参加任何宗教组织，知道我在宇宙中，宇宙也在我之中，我就是神。习惯通过冥想接受高我的教诲，思维不受任何观念的约束，充分体现了宙的自由意志，爱护地球，不会做任何伤害地球事情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如果你已经感受到这个影片的震动，请在评论区打出我准备好升维了。愿你在这场地球的进化中，带着善良与清净与灵魂一同成长，迎来属于你的丰盛圆满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